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再来做拼装藏王阁的界神之战。巴丰特出了2个配色，黑色的恶魔魅影和白色的圣印光影。那我们来拼一下吧。哦，这2盒可有的拼了，也是费了一番功夫。我们先来看一下配件的内容。自带地台，上边还会有标志性的这个色卡，你可以嵌在里面。里边还带了细节的水贴，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贴一下。每个角色会有4对替换手型，地台上的支架也可以根据锁扣调整固定它的高度。武器的造型还是非常夸张的，使用透明零件做出来这种特效以及刀刃的效果。镰刀头上的这些造型都是用分件来做出分色效果，即使你不上什么细节水贴，素质已经很不错了，可以的。恶魔色以紫色调为主啊，透明件也是紫色的，包括它整体的一个身上也是用了深紫色的零件来处理，所以我觉得恶魔的这个才是本色吧，白色的那个是重涂的。拼完配件还有一根塑形的铁丝，我们可以把尾巴撅下来，嵌在这边。这样就从背包上面甩出一条恶魔尾巴，也可以当武器来使唤。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造型，非常夸张的2个大光翼啊，还是挺占地方的。尖头流出的2条能量火焰效果，双手也有透明绿色零件的版本。哦，这个就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发必杀技那种天堂地狱铺的感觉。尾巴尖这里还有一条能量光束。恶魔版巴丰特也全部用了紫色的透明零件来点缀，这款的金色玉图零件会更多一些啊，配合这个深紫色点缀出来非常的好看。光翼的特效件摘掉，我们就可以把翅膀跟这样叠放起来。根部的转轴处这里其实是设计了一个锁扣的，拨下来这个关节才可以正常的活动。也是因为翅膀加上特效件以后很重嘛，有一个锁扣点能把它固定一下，就不至于掉下来了。这个设计的挺好，整体的造型来说非常的不错，但身上的刺儿也太多了啊！也是装上了翅膀以后，你在把玩的过程中小心扎到手。头上2个金色的角弯曲的这种造型，非常的很点题，很有巴丰特的那种设定的元素感吧。头雕的造型非常不错，脖子是2段球形关节，活动的范围还挺大的。胸口正前方这里有一个驾驶舱盖，顺着这里边打开，里边有驾驶室和小驾驶员的刻画，哇，很细致呀，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背包的造型也是点缀了一些金色的零件，增加细节。下方这里2个尾喷是球形关节，我们可以把这背包先摘下来。身体里边是一整套的合金骨架，所以这些插装的位置嵌合的都是比较紧实的，而且稳定性也会好很多。虽然说这一整套合金骨架不用你拼，但是外边一层一层的装甲包覆上去，这个过程中其实难度还是不小的，毕竟零件数会很多。很好的地方在于大部分的零件都使用了隐藏水口，而且其实你一层一层的包下来，它把有水口的那一面都夹在了这些缝隙里边，即使说像我这种水口修的不怎么精细的，在大面上看起来还是挺干净的啊，不会暴露的太多。肩胛外侧这里的盖子可以来回的活动，肩膀根部这里有一个双段的轴，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露出关节，增加活动范围。整个的一个关节的紧实程度还是不错的。平举胳膊从这个关节骨架里边就已经可以举得很高了，外侧这里的转轴还能继续往上。所以抬胳膊的幅度完全没有问题，360度旋转，阻尼感很好。另外，从身体里边可以往出拉一个 Z 字折叠的双段关节，增加这个蝴蝶关节的活动范围。2头肌360度旋转，胳膊肘这一块合金的骨架，它在里边已经预装了一个类似于液压的活动效果。仿真实的联动液压，包括下方这里的第2段关节拉出以后，会把里边的金色零件带出来。哎，这个挡肉效果和联动感做的就很舒适了，漂亮。有这2段关节存在，屈臂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小臂的装甲也嵌进去了好看的透明零件和金色零件的点缀。根部这里有一个双段关节的活动范围，手腕这里本身底下是一个球形关节，活动幅度很大，在根部处。这里还可以上下进行歪手腕，手背上边还有一个转轴的关节，所以这个手腕的活动范围相当的不错呀。胸口左右歪腰，
这里边也有真实的液压连杆带着活动，前后也有不错的范围。背甲的脊椎在活动的时候也可以打开，腰部左右旋转，在没有背包的状态下还是没有阻挡的。裙甲这里全部的张开，前裙甲内嵌的是金色零件，后裙甲内嵌了绿色的透明零件，中间的这一块也可以通过根部的双关节把它拉起来，增加更大的活动范围。胯部的支撑阻尼感都是挺好的啊，虽然是一个合金骨架，但是在一些关节的地方，并不是使用那种金属对金属的傻摩擦。胯部这里是一个下托的弧形滑动槽的范围，让摆腿的幅度更大。根部这里还有转轴，侧抬的支撑稳定性也没有问题。大腿根部这里左右旋转，我们把腿摘下来看一下联动的效果。从第一段关节上方这里折叠的时候，可以拉出里边红色的联动液压杆。接着下方这里的第二段关节折叠，往下转，在里边有一个滑动的弧线槽，就跟着拉了下来。再往下拉，上方的这块装甲又会拉开，里边的绿色透明零件显露出来。所以这个膝盖的活动范围相当的大，两层的联动拉开，质感上面也是挺爽的。就是往回嵌的时候啊，很紧，这一块磨起来的那种赛钢嘎吱感。小腿肚子后方这里有一个引擎，张开两片装甲，里边有金色的刻画细节。其实还有一处非常好看的地方被这个盖子挡到了，里边是金色和绿色的透明零件隐藏起来的动力来源吧，里边还有一个涡轮，哇，这个其实露在外边也挺好看的，看个人的需求啊。如果你不装腿上的这两块白色的装甲，就这样暴露出来这里边的一些内容，哇，细节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摆成一个拆甲的造型，把这些外边的白色的装甲摘掉啊，就这样放在你的支架上，或者说给它来一个格纳库，摆成整背状态。应该也是挺帅的。脚踝这一片装甲根部是双段关节的球形，可以把它活动翘起来。脚踝左右接地，前后其实是不同心的转啊。脚尖是独立的轴，脚后跟是一个独立的轴。前后活动的范围也可以，这一块前方还可以往下折，摆出这个飞行时候的姿态。握持武器的话，这里边有3个档位，按自己的需求进行更换，再加上手腕这里的大范围活动空间，还有这个专门的斜切着向前握持的这么一个手型，所以这个镰刀握在手里边的幅度啊，可以摆一个非常夸张的感觉。基本上一个手腕的关节搞定，直接握在手里边提平它，哦，这个效果可以的。说一下整体的把玩感受吧，模具的精准度以及色彩的预涂装，这些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隐藏水口的一些技术也是方便了像我这种比较懒得处理水口的这种人。但是这其中也有个别零件，你在组装的过程中跟金属骨架契合的时候，需要一些大力金刚指，或者说你需要把一些桩子稍微的磨的薄一点点，再往上嵌合。一个是漆面的问题导致的，再一个金属对于塑料零件的一个摩擦很紧很紧，所以在拼装体验上面，可能这是唯一让人觉得有难度的地方。其他方面来说，不论是造型刻画，还有整个的一个细节把控，还有它在关节稳定上边的一些支撑效果和固定的锁扣，这些做的感觉都是非常成熟的。之前藏王阁是做成品可变机甲的，而后续又开发了这些小姐姐和拼装的模型，也是在出过了几款之后，明显能感觉到技术上边和设计上边也是趋居于成熟。这一次的巴丰特的2款配色，个人感觉啊，这一款白色的其实会更正义感一些啊，主角味儿很浓，尤其这个对吧？元素上边来说就很打味儿了。但要我个人会更喜欢这一款恶魔魅影的配色啊，这个深紫色的颜色再加上金色的点缀，气场上边会更强一些。帅气程度自然是没得说，但这个拼装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想拼的玩家们也是做好心理准备啊，那么大一盒，里面的板件和零件数量也是相当恐怖的。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藏王阁的巴丰特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